咱这是去哪？松花江？林浩好奇地问道。先别急，咱先到县城，我换辆车。今天咱就不去松花江干流了，挺远的，而且水面大，没有网也不好搞。我们这别的不多，就是水泡子多，到时找几个，拿着小网和地笼子随便一抓就够吃的了。棒打狍子瓢舀鱼说现在的东北有些夸张，但野生资源比之南方和内陆还是要狠得多。况且早在几年前，狍子就被列入2级保护废物，所以现在也不能干。来到县城，换了辆4驱的皮卡，又敲开了一家门，拿了几样捕鱼工具。这一家的男人叫李显，30来岁，显然和张哥相熟，听说要去搞鱼，也嚷着要一起。皮卡刚好5个座，带上就带上吧。想搞什么？张哥一边开车一边问着坐在副驾的林浩。辣姑，是这么叫的吧？那玩意好吃。对了，昨晚咱吃的那个鱼是啥？那是山鲶鱼，学名叫，好像叫江雪，看着像鲶鱼，所以我们这边称为山鲶鱼。其实跟真正的鲶鱼没啥关系，也是冷水鱼，就是清理时要注意，味道很好。咋的？内脏有毒？林浩听到清理要注意，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河豚。那倒不是，就是杀的时候千万不要弄破内脏，内脏里的东西沾上鱼肉就会污染出一股子粪便的味道，很难洗干净，就跟你们海里的那种叫啥鱼来着？臭肚。对对，就和那个臭肚一样。张哥又问后排的栾荣，这边哪里能抓到辣姑和山鲶鱼？辣姑倒是不难，往山附近跑跑，寻摸个干净点的沟子能捕到。山鲶鱼就得碰运气了。几个大男人，而且都是健谈的，所以并不缺话题。栾荣又给邻里2人科普本地的淡水鱼品种，什么3花5螺18子72杂鱼，听得林浩感觉比海鱼好像都复杂些。车子自然没办法开到小河边，停下之后，4人扛着捕鱼的工具，徒步往林子里走。栾荣走在前头，一手拿着镰刀，碰到挡道的树枝蒿草之类顺手就砍了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，在边上的草丛不停地敲打着，驱走埋伏在2边的毒蛇。张哥，要是李哥不跟着，你打算自己留下来看车？林浩跟张哥走在最后，前者好奇地问着后者。嘿嘿，我到他家去借网，就敢肯定以李显那小子的性子，必然会吵嚷跟着。林浩竖了一个大拇指。张哥高明。见李刚拎着一小包的东西走得直喘，林浩摇了摇头，将他手里的东西接了过来。阿浩，我能行。走吧，大少爷，你这身体得锻炼啊，还有少喝点酒和熬点夜，明显肝火过旺。这一会，李刚衣服后背全湿了。哟，阿浩，你还懂这个呢？我懂什么？也就村里的赤脚医生这么说的，我照葫芦画瓢，哈哈。李刚很想反驳，结果扭头看到林浩面部红气不喘，脸上连油光都没见，更别说汗了，果断岔开话问起走在道前的栾荣。栾哥，还有多远？快到了，刚子，明天真要上山可比这个累，你到时我能行，你放心吧。林子里因为草高树密，显得有些闷，走到河边的时候，林浩也微微出了汗。卧槽，这水真凉，好爽啊！李刚用手捧了点水洗脸，结果因为水太凉，还打了个哆嗦。这个辣姑要怎么抓？我们徒手下去摸？林浩好奇问道。曾经的他也喜欢打野，在内陆省份，小时候小龙虾泛滥，只要下暴雨，就可以提桶出去捡，真的是捡。河道、秧田2边的埂上，爬的全是这玩意。回家后，爸妈嫌麻烦，通常就直接倒了喂鸭子，偶尔吃一餐，也是忙活好半天，包点纯虾肉出来爆炒，或者炒蛋。没成想往后20年，就这玩意也身价暴涨，到了吃一顿还要考虑一下钱包的地步。用网篮手能摸到几个？张哥说着，便甩给他一条下水裤。这玩意可的叫法不同，有叫抓鱼裤的，也有叫防护裤的。林浩记得曾经自己的老家好像叫皮叉。林浩今天没有打开系统，也没想着通过系统来提高收入，今天打野弄点鱼虾，就是祭武藏庙，纯粹就是玩，没必要那么当真。穿上张哥递来的下水裤，林浩3两下就穿上，张哥又递给他网的一头。咱俩来拦，让他们来赶。行。林浩大概明白是如何作业了。张哥，你咋不让我拿网？李刚穿好下水裤后，有些不爽道：搞得你会似的，人阿浩就是渔民，你能比吗？开搞。栾荣说完当先下水，大家也跟着下水。河水确实很凉，虽说穿着下水裤，但还是能清晰的感觉到，并不深，最深的坑凹地大概也就1米左右，流速倒是不慢。张哥一指旁边明显较深的一个冲击小回弯道：低网就在那。阿浩，我俩先把网展开，尽量把网贴底。林浩点头，2人张开的网有点类似于老家的那种抓虾的推网，就是没有竹片固定网口罢了。网打开之后，先就是探底，林浩用左脚挑中网底部分，往前走时，左脚就不抬起了，而是顺着河底往前搓着滑行。张哥原本是弯腰，用另一只手按住网底的，这会见他如此操作也有样学样。
看看跟着聪明人做事就是省了一些。冷水鱼的生长本就缓慢，而且小鱼品种居多，再加上这样的小河道水浅，所以不指望能捕到什么像样的大货。而小鱼小虾最喜欢藏身的地方就是石缝，踢开石头受到惊吓，它们才会撞网。这样作业的好处就是随时可以起网。等两人从上边赶着到了网前5、6米时，张哥开口起网。两人将上边的网面再度倾斜一点，接着将网底给端起。这个动作要稍快些，不然鱼就顺着网底逃了，而且方向必须要是逆水来操作。等到网被两人端起出水面的那一刻，张哥兴奋道：有，还不少，快往岸上走。林浩也看到了鱼，个头不大，长长的，有点像自己家的麦穗鱼，还真不少。第一网就丰收，怕不得有3、4斤啊！栾荣也觉得这一网的收获还不错。卧槽，这么简单的法子居然真能捕到鱼，那还费劲钓个什么劲？李刚嘀咕了一声，似乎觉得这样捕鱼缺少了点灵魂。看看这样是抓不到大鱼的。此刻，张哥跟林浩已经将网平铺在草皮上，后者这才有功夫细细研究起这一网的收获。这就是辣菇。对，就是它，捡旁边的童子。今晚我们不要清蒸了，用来炖豆腐，那也是一绝。张哥抬头看了一眼，接着又低头开始分拣货。虽说张哥现在生意做得不小，但从现在的这一番操作来看，小时候肯定也是个调皮的。栾荣上来之后，也蹲在网边帮着分拣。至于李刚，这货一屁股坐地上，拿着瓶水正在灌呢。这小子身体有点亏呀。这是麦穗鱼。林浩又拿起一尾小鱼问道：这鱼也就10几公分，瘦长的，估计3条怕也只有1、2重。说像麦穗鱼，但身上的鳞比麦穗可是要小多了，而且还带着一些细微的灰褐色斑纹，有点像花莲身上一样。这是柳根子，乖，真大个。林浩挠了挠头，这和大的好像没得比呀。不过他也明白，应该是这种鱼本就长不大。这鱼好吃吗？还行，酱焖一绝。李刚看了眼张哥，没好气道：张哥，咱这做鱼除了酱焖是不是就没别的做法了？扯呢，还可以油炸。荣子，回去让你媳妇炸一盘，这个下酒绝了。栾荣点头笑了笑。林浩又挑出一些河虾，个头很小，也就比海里的磷虾稍大一些，全身呈灰色透明状，扯直了估计也就2、3公分的大小。哟，这个老头鱼不小，要是再来几条，就够我们一盘子的了。林浩凑到张哥手边看了眼，老头鱼他听说过，实物是第一次见着。这鱼的学名叫葛氏芦塘鲤，跟海鱼中的19公、蟹虎之类长相颇为相似，头大嘴大，全身布满了花纹。这种鱼同样长不大，半斤都算是相当大的了。张哥，听说这鱼的头不能吃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玩意头部有寄生虫，吃了容易肚子疼。那肉没有？李刚就像一个小杠精一样，肉没有，不仅能吃，而且好吃。要是抓得多，今晚酱焖一盘子，你尝尝。听到又是酱焖，李刚直接翻了个白眼。还有船钉子，这个好看，能不能再抓点？咱摘一盘子。栾荣拿起同样是一尾小鱼，相较柳根更加的瘦长，鱼肚呈白色半透明，鱼背带着灰褐色的斑纹，整条鱼如同手指一样圆滚滚的。虽然小，但看着肉特别的厚实，有点像内陆一种叫鸡腿鱼的缩小版。其实不怎么要挑的，只要把里面的肋骨挑出来，剩下的倒进桶里，回家后清理的时候再细挑就行。接着他们又捞了好几网，收获大抵差不多，平均每网都有个3、4斤鱼。1点钟差不多回吧。张哥抬手看了一眼表，这回他们捕了已经有近20斤的鱼了，辣菇也有4、5斤，只是自己吃的话够的了。唯一遗憾的是，就是没抓到什么大鱼，最大的就是鸡尾接近半斤的老头鱼，鸡尾有3两多的柳根子。看到那个头时，张哥和栾荣都惊了，他们也有好几年没见过这么大的柳根子了。我来提着吧。林浩提着装鱼的大桶，当先开路。张哥扛着网，栾荣背着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李刚拎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。4人开始往林子外走。这一走又是半个小时，才回到停车的地方。我看看收获咋样。李显早等得不耐烦，见他们冒头，赶忙迎上前问道。见到桶里的柳根子时，李显也相当吃惊。哎呀妈呀，这柳根子成精了，咋整这么老大呢？我也好几年没见着了，今晚就要焖喽。李子，晚上到我家喝1盅。去，肯定去。李刚听到酱焖2字，面皮再度一抽，难道本地不知道红烧、糖醋、酸菜鱼吗？这几个老头鱼也不错，晚上来个大杂烩，酱焖杂鱼。张哥说着，在林浩的帮忙下，将渔具和收获全部搬上了后车斗，又拿出2张蛇皮袋往边一铺，就开始往上放食材。清早出发，带的有栾荣媳妇做的卷饼、买的馒头、卤肉，还有洗净的青菜、香葱之类的。5人围坐一起，栾荣又给每人起了瓶啤酒，大家这才开吃。
林浩拿了张卷饼，在上面码了点卤肉，放了一根生小葱，卷着吃。李刚也差不多，他对这种吃法不陌生，在家里时也时常这么吃。吃完就回。张哥看向栾荣，后者想了想道：“还有几个地笼子要收，昨天你们来前放下去的，要不我们先回去，等会我骑摩托车来收也行。”他主要是为了照顾李刚，所以才会这么说。一起收了吧，我等一下陪刚子看车，早晨起得早，刚好在车上迷一会。张哥说道：“留李刚一个外地人看车，他们自然不放心。那就抓点紧，这么多鱼要收拾，咱也早点回去。”李显将最后一口啤酒喝了，起身说道。大家也都加快了进度，3-5分钟午饭解决，大家再度上车出发。这次开车的变成栾荣，乡间的路开不快，走了差不多10多分钟，就看到了一个大野塘。你们在这等我吧，往前不好走，别把裤子和鞋弄湿了。这里有2个笼子，我很快就能收回来。栾荣一边穿下水裤一边交代。林浩无所谓，出海1年多，对于打鱼摸虾的激情明显要比老早淡了些。当然，如果现在让他拿着土枪去山上打猎，他肯定会兴趣暴增。今儿运气贼好，阿浩，你惦记的3年子有着落了，一下收这2尾，都有2-3斤沉，够吃了。那可好，栾哥，我帮你拿着一条。林浩接过地笼网，下的网不小，一条至少有10来米长，网圈应该是40×40的，也就比他在海中下的地笼短了一些。山鲶鱼，按张哥的说法叫江雪，还真跟鲶鱼长得极为相似，当然只是指形体像，细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首先，鲶鱼属于年形目，而江雪属于雪形目，2种鱼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而江雪更是我国唯一一种淡水雪形目鱼类。再就是外形上最明显的一点，年书没有鳞，但江雪是有鳞鱼，身体相较鲶鱼也更圆润些，胡子也没鲶鱼那么长。这次他打开系统看了眼，系统给这鱼的估值是25块1斤，看着不贵，但线下对于淡水鱼来说算是高价了，毕竟当下的淡水鲑鱼也才20块左右，还是纯野生的。这鱼清蒸好吃吗？挺不错，普通的鲶鱼又有点发黄，这鱼又很白的。你想吃我们就蒸1尾，另1尾就酱焖吧。好吗？这边人吃鱼就离不开酱焖这一道。除了2尾江雪，笼子里还有其他一些杂鱼，更有不少泥鳅，个个呈青灰色，圆滚滚的很肥。这泥鳅不错，要不我们干烧吧？他真怕栾哥再来一句酱焖泥鳅是一绝。这是和石榴就1根刺，都是一肚子的籽，可惜就是少了点。看看剩下的3个笼子能不能再抓点。这个干烧有点可惜了，阿浩还是酱焖最鲜。3个笼子还不错，收到好几尾都在半斤左右的黄嗓鱼，本地叫嘎牙子鱼，再就是普通的胡子鲶也有2-3尾，都在1斤多，小一些的栾荣都给放了。林浩不得不感叹，而在这里最简单的渔网，忙活半天，7七八八的杂鱼加一起，至少有30多斤。开车到家已经是下午4点左右，张哥让邻里2人拿上换洗衣服，他要带着2人先去泡个澡。栾哥，这是啥肉？你聋子哥带来的欢子肉。龙子人比较健谈，笑着接茬。喜欢就多吃点，这是风干的。明天上山要是运气好，咱说不得能得一只新鲜的。大家吃吃喝喝，小站比较内敛，话不多，而龙子就比较活泛，喝酒也干脆，就是不怎么能喝。到了一半他就咬着筷子在那傻笑了。其他人都挺能喝的，林浩突然想到了阿旺，要是这回他在就更好玩了。也不知道那个瓜娃有没有正式上班，这次从国外回来至今也没和他联系过，或许他打过自己的电话没打通吧，明天吧给那瓜娃打个电话问问情况。真要是工作不顺利，那就过来跟自己混，每天看到那淳朴干净的笑脸，想来自己的心情也会更好些。这是啥？真好吃。林浩夹了一块鱼，这回沾上了酱也看不清，但入口腥嫩，比之鲳鱼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花泥鳅和石榴就是咱下笼子抓的那个。栾哥这一提醒，林浩才想起来，就是自己要吃干煸的那个。这和内陆的泥鳅完全不是一个味，吃不到一丝的土腥气，肉嫩但一点不散，味鲜的非常纯正，纯论口感可要比山鲶鱼要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肉太少，一口下去没有那种满足感。当然，这也是辣姑比不上海龙虾的地方。阿浩，你颠覆了我对南方人的印子。栾哥也不由得发出今早张哥一般的感叹。在他的印象中，南方人吃的精致但并不多，但林浩精不精致他不知道，就这饭量，东北爷们也没几个干得过的。早点歇着吧，明天咱得起早。行吧，大家歇着。张哥当先起身，准备去洗漱。林浩掏出手机走出门外，开始给家里打电话。先是给大哥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，这一次家里的天气很诡异，先是强对流冰雹，接着又是地震，结果这几天都是大雨，
大哥提及天气预报所说，未来几天依旧出不了海，所以让他也不要太急，别太赶。接着他又跟陈雪聊了10多分钟，陈雪好几次欲言又止，林浩明白他要提醒自己什么。放心吧，9月10号前肯定会回去。9月11号是两人预定领证的大日子，可不能耽误了。然后便是打给陈东和大玉，本只是想问问两人打算啥时候回去，结果两人兴奋地向他说及了拍卖后的情况。8号我们上报纸了，还是京城的报纸，兴隆和天浩的名字都有。陈东边说边笑，林浩听得真费劲。正常，阿珂花钱买的吧？不是，是报纸主动报道的。陈东和大玉在一起，电话开的是免提，所以这话是大玉解释的。海产品属于农副产品范畴，这次的拍卖在京城也算是开了先河，报纸的评论非常的正面。阿珂还说，上边有大领导点名表扬了此事。阿珂今天上午还被叫去谈了几分钟，回来告诉我们，说你的底子都被上边查得一清二楚，对于你的大方捐款，领导也提了一嘴。领导说了你跟阿珂，说是迈开脚，年轻人不仅要行得稳站得直，更要有努力拼搏的气势。大玉说了很多，心情激荡之下，语言就有些颠三倒四的。林浩倒是听明白了，大意就是天浩和自己在大领导那里留了印象，还勉励了2句，别小看这一点，以后若是天浩或他自己再取得什么成就，传到领导耳中，之前本就有印象，叠加之下那可就不得了了。阿珂问你要不要贷款，果然实在的好出来了。林浩犹豫了一下问道，免息。阿珂没有细说，即便不是免息，肯定能拿到不错的贴息政策。大玉，咱别急，我再想想。又聊了几句，林浩这才挂了电话。他没有进屋，而是掏出一支烟点着，就在院子里左右踱起步来。林浩思忖了挺长时间，无非就2点：一是要不要这笔贷款，要了之后有啥影响；二是能贷多少，贷出来投入到哪里。差不多半个小时后，他直接拨通了于伐科的电话。是我听说了，那笔贷款我暂时不打算要。听筒里传来了于伐科的笑声。我下午给你电话，结果你那边应该是没信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总不能把刚刚树立的一点好印象立刻就变现了，智者所不为。你要是缺钱告诉我，我这边3、5个亿现在还能匀得出来。两人的相处其实蛮有意思的。林浩觉得于伐科是自己的贵人，给予了太多资金和人脉上的支持，让自己能快速的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到目前为止，他还欠着于伐科1个亿没子没还呢。于伐科同样很庆幸结识了林浩，先是在林浩家乡的投资，这些虽说暂时还在投入，但未来必然是一棵摇钱树。接着便是港城打瓦一事，他帮林浩赢了几个亿不假，但自己赚的更多。还有上次的漂亮国一行投资的渔业公司特斯拉，这些没看到收益，但一个标普期货到目前为止已经让他赚了将近1.5亿了。林浩的一句移动互联网时代将要到来，别人听到或许一文不值，但在他看来，这一句话就价值100亿，甚至是1000亿。阿珂说的就详细多了，也把一些他对大领导话意的理解告诉了他。奥运会结束之后，肯定会有表彰大会的，到时会有几个企业家代表，国企肯定占大头，领导的意思，到时让我俩去见见世面。大好事来着，不过林浩想了想，到时是自己去还是让大玉去呢？自己不想去，但领导的意思显然不希望找个替代人，况且那帮子国企都是一把手去，你一个民企派代表，这是多大的谱啊！算了，到时自己再看吧，反正时间还长着呢。又聊了一会，林浩这才回屋洗漱，弄好回到卧房，除了张哥，大家也都呼呼大睡了。打了这么久电话，没啥事吧？没事，张哥，就是老家天气不好，估计好几天出不了海。那不更好？你在这边多玩2天。没聊几句，等到林浩脱衣躺下，张哥也就停止了话题。次日，林浩看了一眼系统的幸运值，本以为到了新环境，今天的幸运值肯定不错，结果打开后发现，妹的，居然只有可怜的3个点。不记得有多久，系统这么拉胯过了。看来想着靠系统第1天就有个好收获的打算，彻底不通了。当然，这不是在家里，幸运值不好就可以不出海，人家好不容易组的局，自然要跟着的。吃了早餐之后，大家出发，到了山边，天也才大亮。这次李显很主动地留下来看车，作为当地人，他对于赶山没有一丝一毫的激情，反正他家有稳定不错的收入来源，也不止着山货养家糊口。都别藏私，把自己的窝子抖一抖，放心，亏不了你们，在你们窝子里找到的好东西，我按市场价收。他也怕这次上山一点收获都没有，而老赶山人都有自己的地盘，找这样的地方逛几个，
让2位远来的小兄弟感受一下赶山的收获，也能让2人有点东西带回去。张哥，啥叫窝子啊？像灵芝等菌菇类，今年只要有，明年有的可能性90%以上，所以去的话一般不会扑空。这就是赶山人所说的窝子，就是人参这样的，一个地方挖了一棵，隔几年同样的地方或者附近也会再长出一棵来。2人恍然，林浩接着问道：咱这么多人上山，收获怎么算呢？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讲清楚。要是平分，那就找到的所有东西大家平分；要是个找个的，那也要先讲清楚，谁先发现的算谁的。今天上山发现的全是你俩的。栾哥笑着道：那不行，没这个理。张哥，你看怎么来合适？林浩断然拒绝栾荣的提议，发现一些菌膜还好，虽说也是不错的山珍，但值不了多少钱。但若是真发现2、3颗好人参，难保大家心中会有什么。张哥笑了笑道：还是老规矩，谁第一个看见的东西就归谁。村子没必要。栾荣还待再说，张哥摆手打断：就这么定了，咱也比比眼力，看谁山赶得最好。他意识到的问题很严峻，之前一直想着亲自上山找几颗好餐，但现在才反应过来，妈的，就是县城的人参树就在旁边，他也不认识啊。别说人参，就是蘑菇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，灵芝哪些有用哪些没用，他也分不清楚。灵芝和蘑菇还好，可以通过系统来判定。良人参秧子他真不知道长啥样，总不能发现一株蒿草就通过系统识别一下吧？或许就是因为自己对这方面的无知，所以系统今天才没有给予过多的幸运值，因为给多了也是浪费。想明白这一点，他低声对走在身后的张哥问道：张哥，明天还赶山不？看你和刚子，反正我今年的活算完了，你们就是赶到冬天我也陪着。不过冬天山上咱还是别来了，掉雪洞里人都找不着，到时咱可以去东捕，我跟你说那也好玩，一网上来几万10几万斤的鱼，啧。好家伙，张哥还认真了，真替他考虑带到冬天的事。那咱明后天看情况再赶1、2天吧。你是我哥，我就不和你算了。栾哥还有龙哥、战哥他们，我和刚子到时算点工资。兄弟，你打我脸呢？这话别说了，就这么的吧。林浩笑了笑，也没再坚持。说话的功夫，大家已经钻进了林子里，眼面前他们走的是一条林荫小径，并不是修出来的，而是常年的赶山踩出来的。大家不要分得太散，尽量保证一嗓子能听到。开干吧！走了近1个小时，张哥开口让大家分散开，但却不让林里2人脱离自己的视线，又把小战叫到身前。你今天找山货是次要的，主要给我盯紧他俩，别出啥意外。放心吧，春哥，我先会，你们先找着。这是林子，杂草多且深，但并不能坐。张哥也不会允许他一屁股坐地上，太危险了。好一会，他瞄中了不远处一棵倒下的大树干，叹了口气，强撑着往那边走去。小战看了眼林浩，犹豫着还是跟了过去。在他看来，在2者之间，显然李刚更需要重点关照一下。张哥，咱找啥？有啥找啥，药草、蘑菇啥的都行。林浩听了个寂寞，好吧，就像在海边，别人问你咱捡啥，你回一句带壳的带钱的都捡一样，手中拿着一根棍子，不时拨弄着并不深的杂草和枯叶。蘑菇是最喜欢待在枯叶底下的，有之前找松茸的经历，他倒也不陌生。哈哈哈，看我找到了啥？他正低头找着，就听到了李刚的大笑声，跟张哥一起赶过去，就见李刚坐在枯木，指着中间的一段，顺着方向，林浩看到了黄黄的一片蘑菇，层层叠叠铺满了一小段树木。哟，刚子运气不错，这是鱼黄蘑，能吃吗？能吃，而且味道挺好。栾荣说着，便掏出随身带的折叠刀，开始割菇子。没啥技术含量，别割到手，也别割到底，不然割下来的蘑菇很难清洗。这里差不多有个20斤了吧？差不多能值个140了，保住2个人的人工钱。栾荣边说边干，将割下的一大丛简单的修一下根，便小心的放进随身带着的背篓里。今天上山，大家带的东西可不少，除了大家吃喝的食物，便就是装东西的物食，背篓、篮子，再加几个袋子。龙子和小战他们全部加入了收割鱼黄蘑之中。林浩也蹲下身，拿起随身的小刀割了一小把。军带像个小漏斗，直径大的在10公分左右，小的也就4、5公分，表面很光滑，呈金黄色，极为养眼。军带下边的菌群呈白色，菌柱呈白微带黄色，闻着有一股浓烈的菌香味。打开系统，从系统中得到了较详细的介绍。黄金菇又名鱼黄蘑，较为名贵的食用菌，有真菌之花的美称，丛生单生皆有，多为丛生，是真正的高营养、低热量的食品，常吃可以平抑血压，降低胆固醇，对于有基础病的人来说是天然的保健食品。系统给予的估值是鲜品1斤7.5元，现本地。阿浩，你不用弄，你去找找其他的。2人顺着周边再度转了起来，没一会
张哥也发现了几丛鱼黄蘑，不过没有那棵枯木上的多。又在这附近转了一圈，林浩是毫无发现，倒是看到了几只小松鼠在树间跳跃。张哥，我看龙哥扛着一个长竹竿干嘛？打算摘果子？那是摘猴头菇的，这地方应该没有。等会我们到了坐树林子里，就得留神看着树上了。那玩意有节的老高，不借助工具，爬树又累又危险。林浩这才恍然，接着又问道：猴头菇好吃吗？曾经自媒体里的一部分人把这玩意吹得天上难寻，地下少有的美味，他还真就一次没吃过。好吧，他吃过猴头菇饼干，还不错，炖汤不错，胃不好的人可以多吃些，那东西养胃。两人边找边聊，也再没有收获。等到栾荣他们将枯木上的蘑菇全部采完，大家接着往深处前行。龙子开口道：往西一点吧，那里前年我发现一个窝子，有不少的真蘑。现在真蘑没了吧？栾荣提出了质疑。真蘑一般7、8月份多见，一进入9月，温度降低，几乎就很难再找着。没事，去年我也是9月头去的，还采了不少，不知道今天长了没。龙子坚持，反正大家也没有固定的去处，便往西边走。